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百元大叔菲斯。上一期我们说了欧罗巴这个名字的来源，这一期我们继续来聊宙斯的泡妞手段。宙斯可以称作是泡妞界的鼻祖，只要被他相中，基本上就是既定事实。他可以为了达到目的使用任何手段。在正式说话之前呢，我们先来说一个故事。在希腊和罗马的神话中，有一个国家叫奥尔戈斯，这个地方其实也是真实存在的，现在是希腊的一个城市。这个国家有个国王叫阿克里西俄斯，他有个女儿名叫达那厄据说有一天这个国王得到了神谕，说他女儿所生的孩子会杀死他，于是他就想了一个办法，建造了一座高塔，把自己的女儿关在上面，任何人不能接近。这位公主虽然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，但是却如笼中的鸟儿一般失去了自由。故事说到这里，可能有小伙伴会问，那好色的神王宙斯在哪呢？别急，我们先来看提香的一幅画。画面的正中是一个全身赤裸半躺在床上的女子，尽管一丝不挂，但是从她手腕上黄金的手镯，还有镶嵌着金边和红色天鹅绒床帐以及精致的枕头来看，都足以彰显出她身份的尊贵。画面的左下角还有一只正在熟睡的宠物犬，很明显这是一位生活养尊处优的女子。从女子洁白而细嫩的皮肤来看，她显然非常年轻，但是她的眼神却非常木然，正呆呆地抬头看望天空，完全没有一个年轻人应有的生机，似乎有一种认命的感觉。旁边的老妪背对着我们，坐在床沿上，从穿着来看，很显然是她的女仆。她的腰间还挂着一串钥匙，好像除了仆人的身份，她还负责监视女子的一举一动。然而此时的她正张开双臂，撩起了衣服的前襟，想要接住天空掉落的金币。没错，天空下起了黄金雨。那么宙斯在哪儿？有看到天空中的乌云和若隐若现的闪电吗？那就是宙斯。这一次宙斯换了另一种烈焰的方式，化身一场黄金雨。之前我们说了，达那厄被困在一座高塔之上，如果想从塔底上去是非常困难的，但是这却难不倒我们的天神宙斯，人家直接变成了一场雷电交加的黄金雨来一清方泽。后面的故事你可以自己脑补一下，贪婪的老婆肯定是忙着去接天上掉下来的金币，而无心去再关注达那厄公主，而宙斯则长驱直入进入了达那厄的身体。不得不说提香的这个创意真的是太过惊艳了，将天神自带的金色光芒直接化作了金币，不愧是出生于商业之上的威尼斯共和国。后来的伦勃朗也画过一幅类似的画，但是整体氛围就不那么世俗了，且充满了隐喻的元素。伦勃朗的达那厄女主显得更加高贵，其面容的精致度要比提香高了不少，尤其是她的眼神中再是木然，而是透露着一种希冀和渴望。室内的装饰也更加华贵，我觉得更加符合一个公主的身份。而宙斯在哪呢？宙斯是神卫道光仙志，在画面的右上角那一片金色的光芒就是他的身影。达那厄侧身躺在床上，整个身体都沐浴在一片金色的光芒中，他的右手举起，而这个动作似乎是在欢迎和召唤这道光的到来。手在光的照射下，在腹部的位置投下阴影，我认为这里隐喻着两人的交合和新生命的诞生。一旁的老仆正拉开帷幔，想让更多的光进入。有趣的是，右上角的一位金色丘比特双手背负，正在哭泣。正如你所知的，丘比特一般是为人带来爱情的，如今他不能弯弓射箭，急到哭鼻子，这里象征着被束缚的爱，但其实是影射达那厄，他的境遇就是如此。他被深锁高塔，本该拥有的爱情正在被压抑。如果提香想表达的是一种对命运的无奈和被动的接受，那么伦勃朗想表达的就是一种对爱情的渴望和希冀。两幅画的意境都可以从人物的勾画中很明显的体会出来。在200多年以后，一位名为克里姆特的黄金画家又以这个为题材创作了一幅他的画，而他的画则更加露骨，充满了性的暗示。克里姆特的这幅画除了拥有金色装饰和蓝色薄纱外，再没有过多的装饰，一个赤身裸体的红发女子几乎充斥了整个画面。当我第一眼看到这幅画时，
我的感觉是拥挤和压抑。一个拥有丰满肉体的人被困在一个狭窄的空间里，有一种被囚禁的暗示，但是他却并不苦闷。他闭着双眼，双唇微张，面部充满了红晕。克林姆特的黄金雨是使用金箔来表现的，呈现出一种奔腾的效果。黄金雨从左至右看望女子的双腿，不得不说这里的性暗示实在是太过赤裸了。画家为了进一步表现宙斯的目的地，甚至在画面的底部画出了一个黑色的长方形的小方块。这种赤裸裸的表现方式，我想任谁都能够看出来。不过因为画面非常的绚烂和豪气，所以就冲淡了一些赤裸的隐喻成分。就我个人而言，我更喜欢伦勃朗的表现方式，因为他的画作中充满了一种希望的感觉。最后说一句，宙斯和达拉俄交合后生了一个半神英雄，名叫帕尔修斯。帕尔修斯在一次比赛中使用铁饼，意外地将他祖父给砸死了，但是他真的不是故意的。帕尔修斯后来成为了英仙座，而在多年后，宙斯又引诱了帕尔修斯的孙女阿尔科莫涅，之后又生了一个半神英雄，名叫赫拉克勒斯。好了，这一期的视频宙斯篇的第3集达拉俄和黄金雨就说到这里了。不知道你更喜欢哪位画家的表现方式，是提香、伦勃朗还是克林姆特？其实还有很多画家画过同一个主题，欢迎大家给我留言讨论。谢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